味精和鸡精到底能不能吃？弄懂这几点，放心用，鲜为主，别再买错浪费钱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美食菜味。在日常烹饪中，味精和鸡精是许多人常用的提鲜调味品，它能让菜肴滋味更鲜美可口。但不少人对这两种调料心存疑虑，吃了会不会对身体有害？它们究竟是用什么做的？又该如何正确使用呢？今天就来详细聊聊，让大家对鸡精和味精有更清晰的认识，避免买错用错。首先，我们必须明确一点，味精绝非大家印象中所谓的化学品，这种认识其实是长久以来的误解。恰恰相反，味精是实打实的纯粮食发酵产物，堪称烹饪里的鲜味担当。它的主要成分是谷氨酸钠，而这一成分的来源十分天然，是以小麦、玉米、大米等常见的粮食为原料，经过复杂的发酵工艺，再从中提取精制而成的。整个制作过程依托的是粮食自身的天然成分转化，所以完全可以说味精是纯粮食制品，大家无需对其来源抱有顾虑。那什么样的味精才算优质呢？关键要看两个点。谷氨酸钠的含量呢是重要指标，达到 99% 的味精鲜度堪称顶级，而且溶解度非常好，能快速融入菜肴，释放鲜味。从品质上来说，无盐味精是更优的选择，它没有额外盐分的干扰，体鲜效果呢更为纯粹，更突出，能让菜肴的本味与鲜味呢更好的融合。大家购买时仔细查看成分表即可发现，市场上呢有些味精产品呢会掺杂食盐，这类味精虽然价格可能稍低，但提鲜效果呢也会大打折扣。因为食盐的加入呢会稀释谷氨酸钠的浓度，导致鲜度下降，而且做菜时如果没有留意，很容易因为额外加盐而让菜品过咸。所以购买时建议多看成分表，优先选择无盐、谷氨酸钠含量高的纯味精，这样才能更好的发挥其提鲜作用，让菜肴的味道更纯粹。可能有人会疑惑，既然推荐无盐味精，那鲜味怎么出来呢？味精的鲜味确实呢和食盐搭配效果更为突出，不过那仅限于搭配使用，所以用纯味精时，只要在做菜时搭配适量食盐，就能让鲜味充分释放，既避免了盐分过多的问题，又能让菜肴鲜的恰到好处，味道更纯粹。还是那句话，该是啥它就是啥，不要买那四不像。还有味精，它对酸性和碱性环境较敏感，在酸甜口味的菜肴中不易溶解，鲜味也会被抑制，因此这类菜肴呢不宜放味精。味精不耐高温久煮，温度过高时，谷氨酸钠呢会转化为焦谷氨酸钠，不仅会失去鲜味，还可能产生不良影响。建议在菜出锅前或关火后加入，搅拌均匀即可。再来看看鸡精，它其实并非鸡的精华，成分更复杂。很多人觉得鸡精呢是用鸡肉做的，比味精更天然健康，其实并非如此。鸡精的主要成分依然是谷氨酸钠，但它在味精的基础上，同时还添加了盐、糖、鸡肉粉、香辛料等成分。大家看看配料表就明确了，鲜味更复合，带点肉香。选购注意，鸡精的品味参差不齐，选购时可以查看成分表，尽量选择谷氨酸钠含量高、添加剂少的产品。鸡精的鲜味层次更丰富，适合用于炒菜、煲汤、炖菜等多种菜肴，尤其适合需要突出肉香风味的菜品。和味精类似，鸡精呢也不宜在高温下长时间烹煮，以免影响鲜味和品质。另外，鸡精本身含有盐分，做菜时要注意控制盐的用量，避免过咸。总的来说，味精和鸡精都是安全的调味品，只要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，就能让菜品更美味。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和烹饪需求选择。
不必对它们抱有不必要的顾虑哦。味精和鸡精作为提鲜调味品，只要适量合理使用，既能让菜品更美味，刺激食欲，还能助于身体正常代谢，完全可以放心用。不过要注意，两者不用同时放，否则鲜味叠加反而会显得复杂，尝不出各自的妙处。说到底，日常生活中做到不挑食、不过量、合理搭配饮食，才能保证营养均衡，对身体有益。另外，鸡精和味精开封后特别容易受潮，所以呢一定要做好保存，可以倒进密封罐里，用完及时盖盖。如果用原包装，每次用完记得把袋子紧紧夹住，一旦受潮结块，甚至融化变质，就千万别再吃了，以免影响健康。看到这里，关于味精和鸡精的疑惑是不是都解开啦？如果觉得这些小知识有用，就请多多支持吧。我是瑶瑶，关于味精和鸡精的小知识就分享到这里啦。如果觉得有用，别忘了点赞、关注加分享，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更新的动力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